说到王一博，给人的印象大致可用一句话概括：好直一男的，见惯了男人去青楼找乐子的，没见过去了青楼的男人，最后还要靠媳妇护着才能全身而退的。为了在自己100年之后有棵大树，还能为儿子遮点风挡点雨，就给他定下了大户柳家为亲。没想到二郎直接拒绝包办婚姻，与他爹正面开扛。阿爷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？气得他爹一个大嘴巴子就甩了上去。妻娘与他从小相识，一直很喜欢他，在上百封婚书中只偏偏选了二郎。等到年过29，真情可见，结婚前一天还偷偷跑去告诉他自己的心意，但二郎都是态度鲜明的拒绝的，丢下一句婚姻与我毫无意义，起身就要走，急得妻娘直接大喊。结婚当天拖拖拉拉半天才去迎亲，妻娘的叔父都生气了，直接质问他，等了你们1个时辰，你百里二郎好大的架子啊，你屡次3番的想要悔婚，可有此事？结果二郎一口就认下了。确实如此，柳七娘出身高门大户，从小知书达理，温柔体贴，长得秀气水灵，眉间一抹花田，形如弱柳扶风，这样的女子谁看了不疼惜？嫁给百里家，当时下嫁，偏偏百里二郎不识趣，面对这么个可人儿，总是对人家爱搭不理，一副冷淡面孔。大婚当天，父亲意外遇害，他难过的不知所措，完全把新媳妇抛到脑后，没人记得他今天结婚，新娘好像自己也忘记了，心思都在二郎身上，为二郎忙前忙后。二郎事后却对亲娘没有任何一句交代。丫鬟说，亲娘就是好哄，只要人夸二郎一句，便能高兴一整天。或许是喜欢二郎喜欢的紧了，只要二郎给一点点甜头，甚至听到别人夸一句二郎，他心里都像喝了蜜一样甜。婚后的二人生活依然没有交集，甚至至今还未同房。为了给阿爷报仇，二郎一心扑在茶案上，开始对媳妇爱搭不理，最后却把人家紧紧护在身后，还偷偷给人画了画像。